大家好，我是王维。上一集咱们分析了京张铁路起点柳村与皇家御用线路和八国联军的关系。这一集咱们继续探索，看看这京张铁路零起点在120年之间的变化。您看这张老照片，这个京张铁路过了关内外铁路60号桥之后啊，就往北去了。这儿呢，也是万寿山支线的起点。那么您往右前方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这关内外铁路左侧实际上还有挺大空间的呀。对，这儿啊，实际上是天津至马家铺的双线铁路的线位。这儿从1897年通车起，铺的就是双线铁路，只不过是因为义和团运动啊，把这铁路全部给捣毁了。恢复的时候呢，只恢复了一条单线铁路。所以说，这个天津到马家铺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条双线干线铁路。咱们刚才说了半天，实际上都没离开一个话题，就是一条新建铁路的接轨问题。因为修建铁路啊，势必牵扯到运送材料，还有通车之后的运营问题。很多时候新建铁路啊，都是从已有的铁路上分叉出来的，除非历史上这当地啊就没有过铁路，或者因为地形、河流、资金、线路规划等问题无法接轨。比如说广州那边。不过呢，这个京张铁路动工的时候，詹天佑先生就打算把这个京张铁路啊接入丰台的关内外铁路。这样一来啊，既可以把唐山的水泥材料和周口店的煤炭给运来，还可以把新造的机车车辆或者二手车给运来。而即便京张铁路在柳村与关内外铁路连接的话，人家关内外铁路在柳村那儿也没设站啊，是吧？没法办理两路的联运和交接作业。所以这京张铁路啊，还是得租用从丰台到柳村这4.045公里的站场和线位，将自己的轨料铺在上面进行营业，在丰台车站啊修建道岔，跟关内外铁路进行连接。所以呢，这京张铁路啊，每年得给关内外铁路支付这个土地租用费。为此啊，詹天佑先生跟他的老上司，也就是关内外铁路的这个总工程司金达先生啊，还有点不愉快。在1905年7月24号的时候，詹天佑先生给金达先生的这个去信里边，他就提到说，这个金达先生啊，这个关内外铁路将提供从丰台至京张铁路起点的关内外铁路60号桥的线路。这个关内外铁路拟向京张铁路收线路租用费，每英里每年2000元。这个费用呢，实际上比新购土地价格还高。您看啊，这个是租用费啊，比新买一块地的价格还高啊。当时都是这个土地都是私有的，可以买卖。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关内外铁路啊，狮子大开口。这个詹天佑先生啊，实际上还是倒逼了金达一把。他在这个信里边还是写道说，那实在不行，我们这京张路还可以跟这个京汉路接轨啊，是吧？你这个西便门那块它也有京汉路，我们从那儿辟出来不是也行吗？对吧？但实际上我猜测啊，这个詹天佑先生啊，心里他也清楚，肯定接入丰台车站是最理想的方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丰台车站是老北京铁路的心脏，是关内外还有京汉铁路的枢纽。这儿呢，旅客量大，货运繁忙，所以说如果接入这儿的话，以后对于京张路的这个客货运啊，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其实这一点，这个金达他也不傻，是吧？这好家伙，这金达这长了毛，快比猴都精了，是吧？这个京张路，您想想，这个从这个内蒙或者外蒙，或者说这个口外，张家口地区过来的皮毛这那的货物，肯定到时候以后就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那到时候这个联运这个接轨，是吧？你那边的这个货物过来，那对于这个京凤路，是吧？就这个关内外铁路，或者说以后对于这个京汉路，当然它不是京汉路的啊，它管不着，那肯定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对吧？实际上他心里也知道，只不过就是一个这个价格的问题。所以在这个1905年8月15号的时候，这个詹天佑先生又给这个金达去信，就是说呢，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来回讨价还价呗，是吧？你漫天要价，我着地还钱啊，对吧？凭什么你一口价啊，对吧？这上头啊，他没写最终是多少钱，这个每英里多少钱，价格他没写。但是我猜测啊，
应该是按照相对合适的价格谈拢了啊，要不然这个京张它就不租用这个关内外的土地了，对吧？所以这上面怎么写的呢？金达先生，本月9日来信刚刚收到，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按照原来的打算，租用丰台车站的关内外土地，设置京张铁路的材料厂。所以您看他们讨价还价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租用接轨处，也就是柳村到丰台车站的这个限位的问题。从我研究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京张铁路从一开始实际上啊就有2个起点，一个是公务的起点，也就是这个大多数文献里头提到的柳村。这个地方呢位于今天北京玉泉营桥的西北边。另一处起点呢就是丰台车站站房东北侧的京张站台。这个站台呢一直是使用到了2018年。我呀曾经还找过这个丰台的文物部门，递交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但是可惜呢，最终还是没给它保护下来。因为这地儿啊要新建所谓亚洲最大的这个火车站，就是那个新丰台站。这个老站台正好是它新建配套建筑的所在地啊，所以这一下这也拆了。在我的这个田野考察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京张铁路实际上还有另一处起点，它位于原丰台站货场的东咽喉，也就是东南3环路与铁路交叉的位置。在这个1950年代啊，由于京张铁路的清华园、怀来还有张家口附近的这个改线，这个铁路部门呢重新勘定并设立了0公里起点，所以如今京张铁路上的这个公里标啊，都是以这儿为基准。而之前咱们在老照片里面看见的那些苏州码子呀，实际上是以柳村为基准，而这个柳村跟1950年代的这个0公里标呢，实际上两者相差1.36公里。所以您看，从1905年到现在，京张铁路一共有3个起点。这第一个起点呢是丰台柳村的这个公务起点，也就是线路起点。第2个起点呢是丰台车站，也是客货运起点。第3个起点呢是1950年代改线之后的0公里线路起点。得嘞，那关于这个京张铁路起点柳村的故事，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一集啊，我带您去丰台站台看看那儿的原貌。欢迎您给我评论，也欢迎您关注我。您的支持对我来说啊非常重要。得，那咱先聊这么多，下回咱接茬边走边聊。